11黄金周结束后的首个 A 股交易日，延续了节前的强势上涨势头，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开盘20分钟，沪深两市成交额破1万亿元，破历史最快纪录。大量外资跑步入场，包括高盛、瑞银等外资投行纷纷投出信心票，继续看好看多中国市场。10月8号，三大股指集体收涨，上证指数报收3489.78点，涨4.59%；深成指报收11495.1点，涨9.17%；创业板指数报收2550.28点，涨17.25%。三市成交额34835亿元，较上日放量8721亿元，总计超5000只个股上涨。因为交易火爆，开盘半个多小时，有不少网友反映，多家券商的交易软件一度崩溃宕机。有专家指出，大量新股民入市令券商假期加班处理业务，但应注意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还有证券公司发信息提醒投资者，不要孤注一掷，永远要用闲钱投资，不要让投资反噬生活等。外界注意到，8号上午半导体板块走势最强。有分析指，除了国内半导体行业周期有望见底回升的因素外，外资机构关注中国半导体产业也是重要原因。It's been about the stock market. It's a bit more about liquidity and reforms in the stock market because especially, we had the measures announced a couple of weeks ago coming into the long holiday and the market rallying. That can create confidence and that can create a wealth effect. 事实上，中国 A 股市场近期表现强劲，外资据报正削减在印度、日本等其他亚洲市场的资金配置，转而将资金投向中国股票市场。这在中国11黄金周 A 股不开市期间表现尤为明显。新兴组合基金研究全球公司研究主管卡梅伦·伯兰特表示，流入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截至10月2号单周，海外基金当周净流入中国市场规模达到超过130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单周规模。伯兰特指出，不少投资者选择同时卖出其他地区市场的股票，来为这种轮动交易提供资金。他预计，中国股市的上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交易所交易基金中的中国市场相关 ETF 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净流入52亿美元，而去年同类 ETF 平均每周净流出2700万美元。观察指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投资情绪的急剧转变，显示了资本的逐利性。华尔街知名投行高盛在其最新研报中列举了看涨中国股市的理由，包括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关键举措，中国相对于全球主要股市的估值仍有显著折价等，并将中国股市上调至超配，也就是超过常规买入比例的意思。Support is a big boost to sentiment, confidence, and shifts the outlook for the stock market. It puts a policy put in place. And like you say, the instant consequence of that is a big move on in the rating. Now ratings moved on considerably, big market shift in that valuation. We're still trading at a significant discount to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nd a significant discount to developed markets. 观察指出，美联储降息和中国经济提振措施的出台是前后脚发生，显示了中美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对表，以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8月15至16号，中美金融工作组在上海举行第5次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奈曼共同主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以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部门参会。这一与会人员名单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股市上涨也将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效果。经济学教授桑比特·巴塔查里亚认为，中国强劲的经济前景还将成为提振世界其他地区消费者信心和经济前景的积极力量。巴塔查里亚教授强调，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 GDP 增长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中国资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这种表现其实一点不惊奇，因为我也看到许多外资一些金融大佬，包括一些对冲资金的大小老板都纷纷发声，在对中国这个股市的这个突飞猛进，一方表示惊讶，第二是表示赞赏，第三都积极的想跳入到这个中国的资本池子里来大显身手。当然，在这个表示这种惊讶和支持和理解和欣赏的同时，也有一些比较偏冷静的一些，比如摩根大通啊，它的
资产配置 CEO 啊表示有一种观望和继续观望的可能。所以这两种看法，我认为都很可取。美国《华尔街日报》注意到，自9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上涨逾35%。有着新兴市场教父称号的华尔街资深老兵麦普斯近日表示，如果政策制定者们继续推出积极措施，中国股市的反弹可能持续下去。 Still extremely bullish. The fact is, we've still got across every single Greater China market, 25% is the one-month return, or more than that. That is the minimum expected one-month return, or what we had. But I don't think there is going to be less capital flowing to China. The world is still massively underweight China. I still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 reorientation on that. It's just not going to work at the pace of the last month. It's going to be gains of a couple of percent, like normal bullish market gains. 从大势来讲，从长远来看，外国资本还要回流中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我刚才所说的2点。第一的，取决于中国政治形势是否稳定。只要中国政治形势稳定，没有发生像西方甚至其他地区的动乱和动荡，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冒险家乐园，一定是投资者乐园。第二点，这个市场有很高的回报，回报是恒定的，是稳定的，也就是我们在圈内经常所说的，对于回报的预期非常好。现在整个业界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回报看法非常正面，非常 positive。这就对于中国市场吸引外资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磁铁，是巨大的吸引力的。就我了解，有些资本也在属于那么蓄势以待吧，就是随个看到机会，看到时机就进来。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消费的复苏。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多项消费数据与股市一样火爆。据统计，黄金周期间全国国内出游7.65亿人次，总消费7008.17亿元。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国庆期间外国人出入境101.4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7.2%。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中国游的升温显示了中国的吸引力和开放姿态。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出入境便利化水平会不断提升。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华旅行，欣赏美丽山河，感知魅力中国。不少外资企业加强布局中国旅游市场。We're betting on China. We just passed over 700 hotels in China this year. We see the growth in China, and what we're experiencing now is short term.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growth is going to be exponential. You're still talking that China is still on track to be the largest tourism market in the world.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在过去的这个黄金周推出多场全程无人机表演，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在海外社交平台就有不少网友转发和评论深圳无人机表演的视频，其中就有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他惊叹道：“令人印象深刻。”